接着无数女人都身穿着红绸衣裤，腰系白皱裙子，都扮成女囚犯的状态，皆是许愿参加，希望赎罪的。后面叫做旗牌队，这武士装骑在马上，人人手执五色丝绣的大旗，每到一个地广人多的地方，便纵将疾驰，借此耀武扬威，叫做出辔头。马队过后，又是穿悬一子带的皂隶数十队，手握铁链和手铐，铁链又粗又重，一路走一路在地上拖，锒铛之声不绝。接着就有许多袒身露腹的大胖子，手执朴刀，做刽子手状。这几个人都是从屠夫行业中挑选出来的。这种人腹大如鼓，胸前长着无数绒毛，脐部贴了一张膏药，蹒跚而行，即为且舞，这是最使大家瞩目的。后面跟着来的百戏杂陈，有些是踏高跷，有些是抬阁，有些是荡湖船，大都是饰演武松打虎、八仙过海等民间故事。还有蚌壳精，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子扮演的，身穿肉色紧身衣，绣花红肚兜，两面蚌壳，一张一翕，很是动人。其中还有一个温官，抹上白鼻的丑脸，歪戴乌纱帽，拖着小胡子，右手执着白纸扇，左手拿着一个便壶，坐在轿子里做饮酒状。这是讽刺糊涂温官的一幕，几乎是每次出会必有的一个会景节目。温官之后跟着的就是台阁。所谓台阁，是一个方形的台，上面立着一个小孩子，两手托着两三个男女，看来好像力大无比，其实里面是有一个铁架支持着的。这些男女扮演唐僧取经、水漫金山等民间故事。这种台阁是会景中的主要节目，还有几个小童扮成武松样子，矗立在大人的肩上而行，也是很受人欢迎的。此外是腰锣、万民伞、对马、清音，俗称小唐名，又有一般般的清客串。所谓清客串，即是笛箫声管的音乐合奏，声调悠扬，非常动听。会景之中，最叫人看来有惨不忍睹之感的，就是脱香炉，是用银钩一排，刺进臂部的皮肉内，下垂铜链，拖着一只10多斤重的西香炉。这种人的臂部皮肉几乎生了结缔组织，所以从来没有血液外流。一般看会景的人都认为是获得城隍的保佑，所以不会流血的。还有许多黑衣子带的阴皂隶，耳边插上一张黄纸，手执卷读或刑具，仿佛捏着传票与刑具要捉人的模样。阴皂隶每两人一排，眼睛相向直视，眼珠一动不动，俗称斗鸡眼。办这种皂隶的也是熟手的人充当，否则一路上不煞眼是办不到的。虽然办阴皂隶的定眼不煞，直视以行，但还有事后左右的照料人，频呼上下高低之声做指示。最后是城隍的神轿，由8个人抬着，另有许多皂隶和武士护驾，呼喝之声震天动地。看会的人也觉得城隍神的威灵显赫，两旁寂静无声，迷信的男女跪地膜拜。富有之家都在自己门口设香案迎神。献于城隍之前的是高昌司、春申侯、财帛司等5座神轿，此后又有许多穿红衣白裤的男女犯人，手上所铐颈项套枷，有些背上还插着斩条，斩条上写着罪状。有若干妇女因为身患重病时所许永远出会办犯人之愿的，特地乘坐了小轿。这种小轿是没有顶的，
参加行列，借此赎罪还愿。有些是由租界上来的妓女，也穿上女装囚衣，戴上了银质手铐和银链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他们是借此来出风头的。城隍出巡，先期向神求签占卜，有时从东园门出发，朝东而行，有时由西园门出发，朝西而行。总之，一定要绕行城乡一周而抵达南郊一种。一种是无主孤魂的葬身之地，名为万人冢，俗称化人滩。在这个地方，也有一些老百姓跪在那里焚香膜拜，等候神驾到来，一边跪求超脱，一边好奇追思，一时哭声遍野。值此情况以及凄切动人。神座在南郊一种前排期之后，小休片刻，再起驾回原。其他高昌司、财帛司等也各自摆驾回衙，一场盛会也就此宣告结束了。这种出会仪式，迷信的观念浓厚之极，但是能对一部分不法分子掀起心理上的镇压作用，其效果或能补法律所不及。从前上海连租界在内，盗劫案件甚少，一年之中不过几宗。至于杀人案，好像几十年来不过3、5件，最著名的就是严瑞生谋杀案、张新生逆伦案、詹州市杀夫案等。一件案事发生出来，全市的人都惊为大事，于是新闻连刊不已，舞台上编成戏剧演出，比之香港差1千里。现在香港劫杀案年年升级，1970年被杀者70多人，1971年竟远到98人。我执笔时，正有一个出身于小康之家的15岁学生，在铜锣湾恩平道因抢劫一只手表，挥刀杀死了一位股票商人。我深深地感到，这种男童根本上没有人生道德的修养和家庭教育的熏陶，当然对神道社教更没有一些影踪，所以他们胡作非为，全无顾忌。我认为迷信观念必须打破，但是因果律是很科学的，种什么因结什么果，为了抢一个表而杀人，终于被捕，从此一生前程完全毁灭，又何苦来呢？所以我认为因果律是永远存在的。负责家庭教育的父母们和担任学校教育的教师们，对因果律似乎也可以提倡一下。